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看一段小影片，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访问澳大利亚。在欢迎晚宴上边，澳大利亚总理把李强说成了李克强，非常尴尬。Premier Li Keqiang, the 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毕竟澳大利亚人真正熟识的是李克强，而不是李强。名字这么相似，又是同一个职位，难免会口误。但是这其实也说明李强的存在感确实不强。毕竟在过去，李克强作为国务院总理，他是有一定权力的。虽然在不断的被习近平架空的过程当中，至少比现在的李强要有更多的话语权。而今天的李强，包括其他的这些政治局常委们，全部都变成习近平手下的跟班了。另外，中国和澳洲在签署贸易合作协议的时候，当场有2个中国官员试图用身体挡住澳大利亚记者程磊，避免他上镜或者提问或者有任何举动。当时的现场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有2个中共工作人员，一男一女，站在程磊面前，试图挡住程磊面前的镜头，结果被当时的一个澳大利亚的女官员也上前阻止。那么后来程磊换了个地方，结果这2个中国人也跟了上去，继续站在程磊的面前，用身体挡住他的视线。程磊曾经在中国工作的时候被中国官方逮捕，说他是澳大利亚间谍，所以说他属于中共黑名单上的人物啊。所以说共产党要对他加以防范。共产党的敏感地带非常多，太多的禁忌，太多的事情需要遮遮掩掩，太多的人他们要屏蔽拉黑，这就是所谓的泱泱大国，一个脆弱不堪的专制政府。那么当然了，对于李强的到访，最终的结果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的能够有更好的双方的双边发展。毕竟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有完全的转变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都是印太战略的其中的一部分，来对抗中国、围堵中国、制裁中国的其中一份子。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总体角度来讲，澳大利亚是一定坚定的站在美国这边的。我一直在讲，今天还能够坐下来谈，还没有撕破脸，就是因为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体量仍然还是很庞大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看的是趋势，而不只是看当下的状态而已。即使看当下的状态，似乎也不是很乐观。那平时我们讲到中国经济呢，都是以宏观分析为主。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微观层面的一些事例，我觉得也很有代表性。这2天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不少做投资的在讨论一个新闻，就是有一家上市企业，他们被政府重罚了将近1个亿人民币，而这个罚款的理由是追缴30年前的欠款。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新闻。这是一个上市公司叫维维股份，它下属的一家叫湖北之江酒业，因为没有按规定的申报期限，在对消费税进行纳税申报，所以要求补缴税款超过8500万人民币。而这个所谓的没有能够申报的期限，是从1994年1月1号到2009年10月31号，也就是说他要从30年前开始算起，你欠了多少税没有交，现在全部都要补上。但是按照税法的规定，非故意漏税的追诉期是5到10年，这是已经远远超过追诉期了，但是政府仍然要求他归还这笔欠款。30年了啊，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整个这个市场环境、企业的变化都多大？那为什么现在突然想到了30年前的欠款呢？那很明显就是政府现在越来越没有钱，所以他要想办法增加自己的税收。现在的税收收不上来，那我就看你过去30年前有没有欠过钱，倒查过去的历史。那这样的话一查下来，我相信有很多的企业都会要补交税款啊，因为在过去30年前的体制非常不完善，有很多企业他们没有交税款，有的是故意的，有的是不是故意的啊？因为这个税法也在不断的变化，计算也在不断的变化，所以说这里边就可以找到很多的空子，以此为借口给他们计算出你欠了多少钱啊。如果按照这样的计算的话，几乎每个企业都欠过钱啊，所以说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割韭菜。那么据说呢，现在这个被查税的不止这家企业，还有另外4家上市企业，他们都被要求补交税款。那有人就查到了之江酒业所在的湖北省之江市这个城市，他们市政府的收入
在过去几年不断暴跌。我们可以看到枝江市的转移支付减少的非常厉害，2022年的转移性收入是34亿，到2023年就剩25亿了，少了将近9个亿。过去地方政府通过卖地发展房地产市场可以赚不少的钱，但是2023年当地的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总量只有24亿，支出总量是23亿，基本上是保持持平了，没有多少盈余来补充财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要增加税收，确实是通过挖这些企业的黑料，能够换得一部分的税收。2023年比2022年增加了2000多万元的税收，但是非税收入暴增6个亿，就是说非税收入基本上就是以罚款为主的这种形式罚出了6个亿，属于暴力割韭菜那么除了暴力以外，它也得非暴力割韭菜，就是去税收税收不够，找过去的这个看哪些企业还有一点钱，就说你以前欠款，请现在交上来吧。而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就是维维股份本来收购这个枝江酒业是在2009年，然后到2013年它持股比例超过71%，而它的现在的罚款说你欠税是2009年之前这枝江酒业的欠款居然要求这个维维股份也要一并承担。所以我们看很多的网友下面的留言说，追30年的账再借30年的债，说历史总在重复，开源不节流是个很危险的信号。查吧，都查倒闭了。新一轮的刮地皮行动开始了，鸡蛋里本来没有骨头，孵出小鸡就有了。就好像原来电动车没问题，我写个新国标，你们就都有问题了。连当地支柱龙头企业也不放过，这是被逼急了。满嘴仁义道德，实则鬼话连篇。补交8000万，吓跑8个亿。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在2020年，维维股份就已经把这个枝江酒业的70%的股份转让出去了就是说你过去买过这家企业，但是现在卖出了，但是这家企业在你买之前欠的税由你来支付，这简直是吃人不吐骨头最后你说这家企业你想在这混下去，那不好意思，人政府管你要钱，你能不给吗？所以说这只能认栽，就算是贡献地方税收了。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反映出今天中国的经商环境有多么恶劣，政府可以随意的去割韭菜，然后你还不能说什么，割韭菜的借口都如此的牵强，但是他只要政府说要这么做，他就能够割到。所以说他们很多做法都是在作茧自缚。就像有人讲到了你割了韭菜之后这个让别人去补交了税款之后，然后再去借贷再去借给这个其他的国企，让他们去欠款对吧？这是恶性循环，而且债务越积越高，然后再从羊身上去薅羊毛，导致羊圈的羊毛越来越少羊也越来越少。别的羊一看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再进来了，就算你有一些小恩小惠去诱惑他们，他们也不会进来了，因为你随时想吃到他们就可以吃到他们，对吧？那今天的外资，今天的民营企业一看这种情况干什么呢？其实在前些年我们就已经讲过了，很多一些民营企业家就干脆说把工厂关了我的房子的升值空间都比我开工厂挣的钱多，我开工厂这么累要跟这么多人打交道我何苦呢？还不如把这些钱买几套房子出租算了，对吧？这挣的钱不比开工厂做生意要少，那是当时的房地产市场还比较好的情况下。今天是房地产也不行了，然后这个制造业这些民营经济也不行了，外资也在撤离，而政府现在的态度，地方政府却没有任何办法，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开源节流。那么可想而知，它动摇的是全世界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中国的这些有创造力的、有胆量的、有野心的这些企业家，他们的积极性受到巨大打击。那在讲完经济方面的问题之后呢，我们最后再说几句关于台湾的赖清德总统，他参加了黄埔军校建校100年校庆他其实在这个讲话当中提到的有2点，我觉得很值得关注，就是他一方面是反对马英九之前所谓的什么首战即终战，对吧？这是一种投降主义论调。那另外呢，他讲到说要分清敌我矛盾就是不能够敌我不分。我觉得这2点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说，你既然作为军人，你不能说一上来就投降还没打呢就投降这个甚至散播
帮助敌人散播失败论调，就是我们打不赢，那你还建立军队干嘛呢？对吧？那你军队养着你干嘛呢？对不对？所以他讲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不能够捍卫中华民国，那就不是真黄埔。你黄埔继承的是当年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啊，你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剿匪，对不对？现在好了，你跟匪去同流合污啊，那就不是真正的黄埔精神。这是赖清德讲到的。那么当然，你有了这种坚定的反抗和捍卫主权的意识之后，那还有一个就是技术上问题，就是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你得分清楚。你不能像愣头青一样啊，东打一榔头，西打一棒子，对吧？最后导致亲者痛，仇者快啊。那就是蠢啊！一方面你不能够坏，但是同时你也不能够蠢啊。坏就是说站在敌人这边啊，那蠢呢，就是你不知道谁是敌人，甚至把敌人当作朋友。而敌人他是一个很狡诈的对象，他不是直接摆在那里啊，他不是个木头桩子啊，他是可以千变万化的。他的统战，他的大外宣的手段，对吧？他的这个渗透。他对外部的影响，他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所以你必须要首先知道，你身边的朋友也许就已经是被对方收买了。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共产党他的手段到底是什么，谁在为他服务、为他工作，这些人说的话、做的事情是不是在帮共产党？就像之前我在推特上也说了一句话，我说这个很多的台湾人啊，他们反对民进党没有任何问题啊，任何的政党都是应该拿来监督。拿来质疑，对吧？包括特别是执政党，这才是民主的体现。所以说，反对民进党政府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这是台湾人的自由啊，这是台湾人的权利。我相信很多反对民进党的人，反对民进党的台湾人，也不一定就是支持共产党的。但是我要强调，就是在这些人当中，有那么一部分人确实头脑不清，他们做的很多事情，在主观上不是支持共产党，但是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帮助共产党去打击民进党的作用。这些人就像我之前讲的，叫做有用的笨蛋，在台湾实在太多了。这些有用的笨蛋，我觉得要跟那些真正热爱台湾、对民进党有质疑、有批评，但是对外部的敌人如何的渗透到台湾，如何的影响到台湾的民意、台湾的政策，是有清晰的认知，而且是坚定的反对。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台湾人。有自由民主的思想，同时也有捍卫自由民主的智慧。我觉得有很多的就是绿营以外的人士缺少这方面的智慧，只是很多人没有认清楚共产党在利用他们，利用台湾的民主和自由，最终目的实际上是要颠覆这个自由民主的制度。那么看到这个台湾这边，我们再看看中国，看看我的老家北京。北京市政府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叫做党管武装工作会议。什么叫党管武装呢？顾名思义，就是武装力量是听共产党的啊，这是党卫军。他说，这是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卫戍区党委书记尹力主持的会议，说要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不断增强抓武兴武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共产党特别喜欢去创造一些词汇，就是不伦不类的词儿。什么叫抓武兴武啊？兴武有，但是抓武用手抓这个武装，不伦不类的一个词汇。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把自己的武装力量、自己的军队当作党卫军，甚至不光是党卫军了，变成习家军了啊！所以说，通篇他的这个演讲不断提到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的思想、习近平的指示。当然了，北京是首都啊，是这个党国的核心所在，所以说这个卫戍区是最重要的部队，属于是皇室的亲军，哪儿出事了，北京都不能出事儿啊！卫戍区都要坚守阵地，捍卫共产党最高统治。有人认为尹力的作用就跟当年蔡奇的作用是很相似的，其中呢，这个尹力的崛起也可以被看作是和蔡奇可以说是两套人马，都是保护习近平的，但同时呢，他们有某种竞争关系啊。这样的话，习近平就可以利用他们的竞争关系，这样会给自己等于是加了一个保险栓啊。这是历代帝王都会这么做的，这是帝王之术。看来习近平运用的很好，所以他说什么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要坚决拥护两个确立、两个维护。我之前讲过，什么叫两个确立、两个维护？
其实就是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保护习近平就是保护共产党，保护共产党就是保护这个国家，就是保护人民，等于他们已经强行绑定在一起了，没有习近平就没有14亿人的幸福生活哈。所以说除了党卫军以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习家军。那么尹力就作为习家军当中的一个核心人物，因为他处于北京，只要他本人是忠诚的，北京是安全的，那么他就可以防止任何内部的这种宫廷政变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跟中国的差别所在，一边是强调独裁者个人权利，强调党卫军，强调党指挥军队，另外一边呢是捍卫一个主权在民的自由民主制度。所以网络上那些把支持共产党和把支持民进党的人划等号的，说支持民进党支持台湾就叫做舔绿舔台，跟舔共划等号，这些人非蠢即坏。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测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